沈毅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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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渊弥漫，是谁迷失在黑暗？混乱世界上演，黑白是非纠缠，谁都未能又要来捣乱了。子轩，今天在家可不许捣乱了啊！在家乖乖等我啊！玩去吧。期待已久的李木可、肖雨玲、薛洛以及陈琴，来，大声告诉我他们组合的名字。沙哑的声线，呼吸间听到你说永远，你冰冷皮肤表面却灼烧我的指尖。后台，剩下3个人呢？小何他们怎么没登台？谁允许你们随意更改彩排内容的？唐队，边走边说。这个演出中心被一个真人秀节目组租下，在录制一档音乐类的选拔节目。节目组规定，选手在录制期间不得随意离开。3名死者均属于一个叫 TPPT 的组合。这个组合一共有4个人。根据工作人员初步反映以及园区内的监控证实，案发当晚没有可疑人员进入过这间摄影棚。什么意思？他们住在摄影棚里？这种节目叫偶像真人秀，就是一些偶像组合成员住在一个屋子里，24小时观察他们的生活。现在还挺火的。走。听报人说，今天是训练营第3次公演的录制。程队，
这个是1号死者，颈动脉出血呈喷射状，喷血的角度证明了1号死者原本面朝的方向。从喷溅血的状态看，死者应该是原始位置。这边是2号死者，2号死者颈动脉的血是直接喷到了3号死者的沙发上，大概这个位置，说明凶手作案的时候他是不在现场的，回来以后并没有发现同伴遇害。 而是直接坐在了有2号死者血迹的沙发上，随后遇害。程队，报案人是经济助理，已经问过话了。今天是 TBBT 的第3次公演预录，但只到了1个人，叫陈琴。经济助理就来宿舍找另外3人，发现了案发现场。 是他吗？对，就是他。他人在哪儿？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我查看了演出中心和这里的10几个监控，目前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这么多监控，什么都没拍到。目前的确是这样。这个案子可真是太诡异了。 报案者还说什么？他说是鬼杀的人。鬼才信。李涵，你去把所有的监控再检索一遍。是。这个地方平时就他们几个住吗？没有别人？对。那他们平时的生活垃圾怎么处理？ 按照节目组要求，内务卫生全都是他们自己打扫的。园区清洁工每天早上会过来帮忙收拾走垃圾，还有粉丝送的礼物。因为这些东西平时都丢在玄关，所以今天的垃圾呢？都被清洁工收拾走了。蒋峰，去把垃圾追回来。 沈毅呢？沈毅怎么还没来？哎，把这也带过去。好的，程队。你怎么才来？我早到了。 这什么？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生前经历了恐怖的事情，本能的会因为极度震惊而睁大双眼。此时遇害，那么尸体会产生痉挛，瞬间的表情会被固定下来。可是你看他的表情，却那么平静。你是说3人死后的平静表情？ 是凶手刻意为之，是将导致3名死者的眼睛都呈迷离状半闭合状态，所以看起来还有一种可能，这3个人是在精神高度松弛的状态下死亡的。剩下的我再回去做一个详细的尸检。杜成。 你没发现凶手的犯罪心理很有意思吗？尸体的面部被特意涂抹过，这个过程让凶手得到了强烈的情感宣泄。他对这3名死者有极大的情感诉求。什么人会对这3个年轻人有这么大的恨意？ 监控怎么样？我又查找了一遍，还是没能找到作案嫌疑人。把当天晚上陈琴的所有行动轨迹都调出来。好。4号监控拍到他们回来。
这里。接着，1号、2号、3号和7号监控拍到的。他们到这个区域之后就分开了，3个人去往客厅区域，陈琴自己回到房间。5号和6号监控之后被毯子遮住，然后灯光突然灭了，半分钟之后重新亮起，但这时候1号和2号监控的方向就变了，拍不到沙发区域。客厅之后的画面我们就看不到了，但是3号和7号可以拍到3名死者偶尔去往洗手间，陈琴也多次往返洗手间。天亮后，清洁工清理门口物品，几台监控都拍到陈琴走出房间，直接离开宿舍，没有去往客厅。李安，麻烦你再匀速倒放一下。停。正序播放。陈琴在这个盲区里面待了大约1分钟的时间。可是1分钟，他能做什么呢？再放一遍。等一下，就这儿。这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鬼吧？行了，鬼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那你呢？我要去会一会那个唯一还活着的人。李安，也麻烦你帮我个忙。嗯，好。李涵，我进来了。好的，沈老师，我在监控里看到你了。沈老师，就是这里。我知道了。昨天晚上你在干什么？我在睡觉，又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今天的公演。那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我只记得他们把音乐声音开得很大，特别吵，所以我睡觉会戴着耳塞。我确实什么都没听到，因为他们平时就经常玩个通宵。我们看了监控，昨天晚上你去了好几次洗手间，怎么了？不舒服？没有，我是去打扫了。
他们喝多了就乱吐乱尿。他们弄脏了厕所，为什么你打扫？因为我是队长嘛。经纪人之前嘱咐过我，怕万一有摄制组来突袭，要是被他们拍到南唐的厕所这么恶心，公司又要骂我了，所以我不得不去。你小时候就演了不少戏啊，童星出身，怎么后来不拍了？我那个时候长痘、变声，个子蹿得太高了，渐渐就没人找了。那你既然是演员，为什么又签约灵动传媒，成为 TBBT 的队长，还参加偶像训练营？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我。如果最后我赢了，我就一定可以有机会再去演戏。你很重视这次机会。对。既然那么重视，你又是队长，那为什么前几轮的演出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呢？他们都不听我的，而且他们都是富二代，觉得靠包装和营销就能轻松获得他们想要的。所以是他们拖累了你，然后他们就离奇死亡了。不，他们的死跟我没有关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就跟他们3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今天那么重要的演出，你作为队长一个人出门，没有招呼任何队员，而恰恰就在这个期间，你的3个队员全都离奇死亡。你跟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是这个吗？对。沈老师，这个影子连头都没有，不会真这么邪门吧？是，我确实恨他们，我也巴不得他们是我杀的，但这事真不是我干的。凭什么相信你？这就是他们对我做的，我怎么敢惹他们？要是我能把他们仨都杀了，我还至于这样？我没有杀人。你再帮我放大另一个反光膜。好。再放大。你看，这是凶手的口鼻部位。这是口鼻。再放大点。这是嘴唇的部位，有高光点，荧光色，是涂的口红。可这口红的颜色也太怪了吧！这款口红的原料里面应该添加了荧光剂，是为了提高明度和饱和度的，这样呢显得肤色更亮。
但受环境光的影响，口红的颜色发生了改变，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凶手是预谋杀人。警察同志，他们3个死了，我还得继续生活，您就别为难我了。我们在监控里发现，昨天晚上你最后一次离开洗手间，在走廊入口停留了整整1分钟，而那个地方又恰恰是监控的盲区，为什么没有直接回房间？那1分钟你在干什么？我在犹豫。犹豫什么？想走，想离开训练营不甘。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我来这里是为了认真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仗着有钱有势有背景就可以随意的欺负我。我凭什么要忍受这样的对待？那为什么后来又不走了？因为我又想通了。毕竟第2天就要正式公演，我拼了那么久，他们可能都不在乎。但这个机会是我争取了很久才争取到的，我必须要再坚持一下，至少要完成今天的舞台表演。3名死者的毒理快检结果已出，确认死前吸食过大量大麻。一个人如果生前经历了恐怖的事情，死时遇害，那么尸体会产生痉挛，瞬间的表情会被固定下来。可是你看他的表情，却那么平静。这3个人是在精神高度松弛的状态下死亡。你的3个队友都吸毒，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吸吗？我没有，但他们逼我吸过，我拒绝了，他们就打我打得更狠了。吸没吸，我们一查就知道。我是有明确目标的人，我想重新站在舞台上，让我的观众看到我。我很清楚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和他们不一样。关灯。不对，金属光泽会产生类似偏光效应的反射。开主灯。关灯。不对，开主灯。关灯。开主灯。
口红颜色确定，去比对色号。好。林木禾，22岁，是个富二代，纨绔霸道，背过不少寻衅滋事的行政处罚。肖雨玲是他的发小，也是他的小跟班，两个人在一起经常惹是生非。后来认识了张小伟。我在训练营的垃圾袋里面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弹簧刀，怀疑是作案工具，已经交给何法医了。我们提取了血液样本对比，确认这把刀就是杀害3名死者的凶器。凶器上的指纹不是陈琴的，对比了指纹库，没有发现前科档案。如果真的是因为泄愤，他们的伤口是不是有点太浅了？那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吸毒了，动不了。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3名死者曾经吸食过的电子烟，经过毒理检测，里面确认是高浓度合成大麻素。一个体重约70公斤的正常男子，只需要吸食几口就会神经麻痹。所以第3个受害者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其他2个同伴已经被杀害了。死亡时间呢？查出来了吗？根据尸温推断，死亡时间和监控时间基本吻合，大约是在夜里的1点半左右。陈琴最后一次下楼是凌晨3点，那个时候死者已经遇害，不具备作案时间。那凶手如果不是陈琴，他是怎么进入园区的？园区里还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出入口？我都查过了，没有。包括现场所有堆积摆放的这些玩偶，我们都做过痕检，没有隐蔽和藏身的迹象。程队，我查到沈老师发现的口红色号了。这支口红的色号是 TBBT 跟品牌方做的联名定制款，在各大平台预售。我跟厂家也联系过，他们说除了给过经纪人方玲样品，还没有发过货。小峰，我们去找方玲。好。走，何法医。仓库里的这只长颈鹿，检查过了吗？这个我摸过，内部空间很小，不太可能藏人。我需要看一下这个的实物。程队，方林的车目前停在灵浦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我查了这个酒店的登记入住信息，有一个叫方飞的客人，资料显示是方玲的姐姐。我怀疑她是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的入住信息。小峰，人跑了。站住！甲方！别动！周吉米。
方林，你涉嫌一起杀人案。警察同志，我平时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晕倒。我们请医生检查过，你晕倒是因为吸毒过量。偶像经纪人与顶流偶像在酒店吸毒淫乱，明天会是个大新闻啊！千万别，警察同志。这人你认识吗？这什么？昨天晚上，你的3个偶像在训练营里被杀了。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我们发现凶手在行凶时的口红颜色是你的独家联名预售款，市面上还没有发售。你是他们的经纪人，可以随意出入园区。我们还查到，你用毒品控制他们。不是你还能是谁？我知道凶手是谁，我知道他藏在哪儿。在哪？这什么？这个是凶手。你们信我，真的是这个玩意闹的。我本来想最后一次用它了，只要 TPPT 出圈，我就请个大师把它送走。但我没想到，他们已经被反噬。被小鬼带走了。别说那些封建迷信，这事儿跟你到底什么关系？李大江给我融了一大笔的资金捧他儿子，红不红都不要求，我哄着点怎么了？我只管花钱捧人，伺候好金主，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至于口红，我给过他们几个，他们送给谁就不知道了。哎！求求你，你让我把他带走，让我带去找大师，好不好？把他带回去。走。没人能阻止他，我们都会死，都会被自己的愚蠢杀死。吸毒吸的脑子都吸坏了。兄弟，那这个东西拿回去啊？啊？怕什么？我们警察只讲科学。陈队回来了，张局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张军，您找我。哎，来了。哎，瞧我这乱的没地儿坐。哎，要不你坐这儿吧？不，您坐就好，我可以站着。哎，说点正事儿啊。训练营那边什么情况？取证都结束了？差不多了。是这样哈，这个电视台呀找到了宣传部门反映，说现在训练营里边人心惶惶的，传什么的都有。然后这个节目呢也播了几期了，现在突然停播的话，就怕社会舆论上面再有什么别的，所以他们就说来问问咱们，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能不能解封，减少这个案子的负面影响？当然，肯定一切都以案子为主啊。行，我去找法医和痕检再确认一下。好，要是不行的话，你跟我说，我找他们去。好啊，谢谢张局，要不我帮您找。你那儿都收拾完了？
还没有。怎么把长颈鹿拿来了？你看这个，如果凶手以这个姿势，就可以藏进长颈鹿的内部。我今天把长颈鹿的内部结构画了出来，然后尝试了几种可能性。你再看这个，还记得我们在监控视频里面看到那个影子吗？我又回了一趟现场，根据现场的光源对比，我找到了这个影子的反光点，就是角落里的不锈钢冰头。这个怪物的形态和长颈鹿内部的结构是吻合的，所以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把自己藏到了长颈鹿的内部，然后再爬出来行凶。可这种姿势，正常人根本无法做到。如果说凶手的关节天生就比较柔软呢，我逐帧提取了凶手各个角度的剪影，把它们组合起来，再加上一点人体结构学知识，凶手的体态大概长这样。当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剩下的那个，就算再难以置信，都是真相。所以，按照你的推测，凶手是躲在长颈鹿里，被摆在玄关，然后等到摄像头被遮盖或翻转以后，再从里面爬出来，然后绕过沙发，把3个已经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杀死。对。那凶手怎么知道摄像头会在什么时候被翻转或遮盖？他又怎么知道那3个人什么时候失去行动能力？程队，这个还挺牢的。哦 ，TPBT 宿舍的这些玩偶啊，都是粉丝会送的，由场工负责搬进宿舍。场工说，这个长颈鹿是案发当天送进去的，还说比其他的玩偶要沉。查到具体是谁送的吗？这个礼物是直接出现在园区门口的，没见到人。去问一下粉丝会，查一下这个长颈鹿是谁送进来的。明白。根据粉丝会提供的信息，我查到购买长颈鹿的那名粉丝叫小蛋壳，本名袁招娣，陈琴的忠实粉丝，在粉丝团中表现比较激进，性格内向。袁招娣，袁招娣，袁招娣。
点着地。想逃离这冷漠的清晨，拥抱你的余温，快要融化我。就在这妄想的漩涡，煽风点火。你和陈琴是什么关系？李木和这3个人你认识吗？他们被害的当天你在哪儿呢？是我杀的他们。那傻子，里面那个，去把厕所收拾干净，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是钻石。哥哥说，
砂石之身化为浮水，钻石之心永存。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没用的废物。在遇到哥哥前，我也是这样的人，胆小、没用、毫无价值，活得浑浑噩噩。直到看见哥哥，他的笑容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我的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最美好的人，可竟然有人舍得那么伤害他。所以说你是为了陈琴杀的人是吧？不是，他们该死！他们侮辱哥哥，还要彻底毁了他。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就杀了他们。你知道杀人的后果吗？知道，杀人偿命嘛。我一直等着你们来抓我。那为什么杀完人之后你要逃跑呢？杀完人，你应该老老实实的在现场等着警察来。你为什么冒着缺氧窒息的危险，藏到空间狭窄的长颈鹿里面，让第二天收拾垃圾的清洁工人把你给带出去呢？为什么？我是为了最后看一次哥哥的演出。没有那3个小丑在，哥哥那天的舞台表现简直完美。他天生就应该做艺人，并且是最顶尖的艺人。这一刻你只属于我，是恋人之间的烟火，黑夜无法吞噬你的光线，照亮了我的世界。你是我像梦一样的漩涡，占有你是唯一的解脱，牺牲了所有也都值得。让人窒息的漩涡，囚禁了你和我。让人着迷的漩涡，能让伤口都愈合。让人窒息的漩涡，囚禁了你和我。让人着迷的漩涡，能让伤口都愈合。袁招娣，从小寄人篱下，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他就跟着姥姥和大姨一起生活，算是个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城务工，会把自己赚的所有钱都用来购买陈琴的专辑以及周边礼物，算是陈琴粉丝会资历最深，也是最忠实的粉丝。程队，我有个疑问啊，你说袁招娣身材这么瘦小，只凭她一个人杀了3个，会不会不太可能啊？
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我在袁招娣身上发现了2种截然不同却又融合在一起的状态。你们看，陈老师，你是说刚才袁招娣被审讯的时候是演的？他在极力表演他就是凶手，虽然也有真情流露，但是我怀疑他在掩饰某种隐情。我找到一些线索，嫌疑人袁招娣的手机里几乎各项社交媒体都关注了陈琴的账号，经常会给陈琴发布的动态评论或发私信，陈琴从来没有回应过他。但我们发现，2个人竟然有对方的微信，这是我打印的一些聊天记录。可以看到，陈琴经常向袁招娣诉苦，说自己被霸凌、被压榨、被忽视，个别用词情绪激动，甚至提到了想自杀。可以看到袁招娣的个人情绪被陈琴牵着走，恨不得替他受辱。你们看，这通篇下来，只字不提杀人，但字字都是把他们都杀了。袁招娣跟陈琴的聊天记录当中，不断的在强调自己的有用性，这个女孩的自身价值感严重缺失啊。所以总结下来，这就是陈琴教唆袁招娣杀人。但这些聊天记录里没有一句可以作为陈琴唆使袁招娣去杀人的直接证据。袁招娣你认识吗？那我就念几句话你听听啊。他们今天又让我洗厕所，我真不明白，非逼死我才罢休吗？他们再这么下去 ，TBBT 走不远的，早晚要上法制节目。我这么努力，凭什么为他们陪葬？我昨晚做梦了，梦见他们都死了，醒来竟觉得是个美梦。我认识。他是我的一个粉丝。为什么要对粉丝这么说呢？我当时太痛苦了，想找个人倾诉一下。他是我的老粉，关系还不错。袁招娣，我们刚刚找到了，他承认你的3个队友就是他杀的。那都弄明白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先走了？你跟袁招娣到底什么关系？他杀人是不是你教唆的？我都说了，他是我的一个粉丝。如果你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直接起诉我。可是你们不能凭那几句聊天记录就说我教唆杀人吧？你这就是狡辩。我再配合你们调查吧，警察同志。老严，让我来。演得挺好，不愧是童星出身。我们查过了，袁招娣不是被你花钱最多的粉丝。你有很多富婆大粉，买你们代言的东西是按店买的，你为什么偏偏跟他倾诉？我也跟那几个富婆大粉聊天啊，跟年纪大的人分享生活的乐趣，跟年纪小的人分享成长的烦恼，投其所好，各取所需。营造爱的氛围是个技术活，粉丝脑补才有流量啊。那会不会有粉丝因为偶像对自己的倾诉，而脑补出偶像很痛苦，于是就不顾一切的要替偶像去解除这个痛苦？我不知道。警察同志，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偶像该提供的服务。老粉就要有老粉的待遇。陈奇，你说自己是偶像，偶像应该是别人崇拜的榜样，而你呢？你的一个粉丝为了你杀了3个人，你根本就不配做偶像。袁招娣一生都赔进去了，你有想过他会是怎样的结局吗？会是怎样的结局？他会被判死刑。今天能走了吗？他这个眼泪，不像是眼。 哥哥说：“砂石之声化为浮水，钻石之心永存。”这只手头去哪儿？是不是这个？对，就是他。陈晴的毒理检测报告出来了，阳性。他撒谎了。 程队，我恢复了3名死者的手机，发现了这个视频。让你整天丧着个脸是吧？啊！我今天就好好给你治治。哎，你踩住他手！求求你们了，谁有楼？你求谁？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一家人就得整。给我站好，站好。的。来，开镜头。一家人。
原来他是被逼的。没想到他们几个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情。那陈琴的杀人动机是不是更充分了？这只能说明他被迫吸毒，并不能证明他唆使袁招娣杀人。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了一只手套，和舞台新娘人偶的手套花纹一致，正好是一对。这场婚礼是你和陈琴的，对吗？你是除了哥哥以外，第二个能理解、明白我的人。所以，你认为你和陈琴真的在一起了？当然，这是哥哥给我的婚礼。这是陈琴的舞台演出。台下坐着成千上百人，可我是独一无二的，是吗？袁招娣并不是为你花钱最多的粉丝，你为什么偏偏要找她倾诉？我也跟那几个富婆大粉聊天啊，跟年纪大的人分享生活的乐趣，跟年纪小的人分享成长的烦恼，投其所好，各取所需，营造爱的氛围是个技术活。死脑补才有流量。你是真的很爱他，但对陈琴来说，这只是一场表演。你所谓的他对你的爱，不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才不是，我们有爱。可我看不出来，他对你和对那千千万万的粉丝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他都说了，他只是提供偶像该提供的服务。你醒醒吧，袁招娣，都是你幻想出来的。你闭嘴！这是假的。哥哥爱我，他不爱你，你用什么证明？他吻过我。他吻过我。这一切都是真的。刚才，哦，我演的。你演的也太好了吧，吓死我了！跟你学的。金河，直到刚刚在审讯袁招娣的时候，他认为这场舞台婚礼是陈琴送给他的，所以我开始不停地去刺激他，告诉他，陈琴对他的爱都是假的。最终，他说出了两个人曾经接吻的事。接吻？那一刻，他所有的反应都在说明，应该确有其事。加上我们找到的手套，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陈琴和袁招娣他们两个之间，的确存在着真正的感情连接，并且，
他们在共同掩盖一个早已有过的承诺，这是共谋。那凶手怎么知道摄像头会在什么时候被翻转或遮盖？他又怎么知道那3个人会在什么时候失去行动能力呢？难道案发当晚，袁招娣有陈情的协助？你到底叫我来干嘛？你身高和陈静差不多，帮我站在这儿，当个模特。干什么？我要通过监控拍到的影子，抓住陈琴在这里停留的原因。就这样。行，等我。好了，杜成，你现在蹲下来。杜成，又干嘛？跪下。跪好了。好，现在把那只猴子头朝你的方向放在地上，和它四目相对。对上了。现在吻那只猴子。啊？吻它。哦，小蛋壳不是说了吗？陈琴吻了他，你帮我模拟一下。要吻多久？吻久一点。陈清停留的1分钟，是为了吻小蛋壳。看来，只有小蛋壳才能告诉我们真相。这是什么？你觉得这幅画里画的是什么？好像是一场婚礼。我想先给你讲讲这幅画，你想听吗？想听。这幅画的原画作者，终其一生都在画着跟自己妻子有关的画，婚纱、新郎、新娘，都是他画里重要的元素。就像我和哥哥一样。你还是没有看懂。黑手套色彩浓烈，
就像画家内心的情感一样翻涌。你看那个新娘，在摇摇欲坠的画面中，只有她是被安稳地笼罩在仅有的光明之中，它代表真挚的爱情。但你看到脚边的黑手套，那是不祥的恐惧，还有随时会倾塌的房屋，血红的鸟，处处都是混乱、扭曲和挣扎。这幅画也表达了爱情里面的危险关系，就像画中的新郎，那么遥远，又那么渺小。陈情也一样，它只是你为自己构建的一个虚假载体，它不是真的。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这么关心我的人。这根本不是一个人啊！就是找人假冒的吧？模仿秀都比他像。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来之前都说好了的，这个孩子大了点，他肯定是有变化。这人都被轰下去了啊！你还找我要钱？我不可能给你钱的。那是你们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你就是陈琴，我能证明。我看过《日落有星星》，里面你对妹妹说：“别怕，哥哥保护你。”好多年以前的戏了。这个是家里有人去世吗？嗯，我姥姥。这下就没有人管我了。没人管多好呀！我也希望我爸妈别管我，但是他们拼命带我走学赚钱。能赚钱就是有用，多好啊！你别不开心，我给你表演个节目。你干嘛呀？要了。你怎么不开心啊？我这么玩的时候，别人都笑呢。你不能这样，你这叫自残。他鼓励我走出原来的家，重新给自己一个新的家。我听了。从此，他走到哪个城市，我就跟到哪个城市打零工。他不顺心的事都会跟我说，快乐的时刻也会跟我分享。他的一切我都了解。难道这还不是爱吗？那是你把自己渴望的爱都投射在了他身上。可是陈情并不能代表爱情，因为爱是光明的，爱不会让你拿起屠刀。当你真的把那把刀举起来，你就已经被周围的黑暗和邪恶吞噬了。袁招娣，为爱付出并没有错，但你为一个虚幻缥缈的吻付出自己的生命，不值得。他不爱我，为什么要吻我？还要救我？他的气息是热的，他的血那么甜。嘴怎么了？我前几天不小心磕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真实的发生了，是不是？是不是？是你信以为真，只有你相信这份情感是真的，你才能为他无限付出。最终，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跟你想的一样，在长颈鹿的脚蹬里找到了极其微量的血迹，检测到了陈琴的 DNA。我们已经证实了，案发之后的当天夜里，你曾经见过袁招娣，你还亲吻了她。我们还在现场的长颈鹿玩偶里发现了血液，上面有你的 DNA。嘴上的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吧？袁招娣也承认了，整个案件、作案时间、地点，包括作案动机，都是你提供给他的。你们是共谋。哥哥，你怎么来了？我回来了。饿不饿？快来吃。你怎么吃这些东西？会发胖的。你不能吃。你别抢我的饭盒。那还有吗？你吃那些。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吸毒是这种感觉。是他们逼的你吗？他们逼着我吸这几口。我要杀了他们！哥哥，哥哥，我是认真的。就让我做一次有用的人，好不好？我得回去了。哥哥，你等等。如果你决定了，就在你的演出里给我一场婚礼吧，就当是我们的婚礼，嫁给你，死也值了。后来，我和节目编导争取，策划了婚礼主题的舞台表演，在微博上发布了预告。那是我答应他的。我真的有犹豫过，真的不要动手。哥哥，我成功了。
我有点坚持不住了。马上就结束了，咱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清洁工凌晨5点就回来，你就自由了。我也真的不想辜负他对我的感情。我想知道，袁招娣对你意味着什么？他是唯一懂我的观众，他活，我才能活；他死，我也就死了。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而去杀人，还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令人唏嘘。如果陈琴不那么自私，能珍惜这份爱，或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人性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爱是真的，自私和懦弱也是真的。行了，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承担后果。程队，吃点东西吧。这忙活一天了，啥也没吃。凉的没？水不热，就拿温水泡的。我喝这个就行，醒醒神儿。哎，对了，我这儿都差不多了，你回去汇总一下，写个结案材料。没问题。那这个我吃了。张局说最近大家搬家辛苦了，让我给大家买点饮料，清醒一下。谢谢啊。你这瓶跟其他的不一样。3箱是吧？好，一会儿放。提神。哎，张局，结案了？结了。哦，收拾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小蒋，哎，让你给大家伙买的饮料呢，在桌上放着呢。赶快发了。好嘞。大家伙加把劲儿啊，赶快收拾，回头咱早点下班。好嘞。哎，小郑接我一下，来。还有一箱。